大家好，欢迎收看《行武林》。日本被遗弃的战舰岛充满了腐烂和黑暗的秘密。战舰岛的历史很复杂，但清楚的是，当人类离开时，大自然将接管，但建筑物会崩塌。距离日本长崎17.5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岛屿，名为端岛。由于其外形酷似战舰，因此也被称为战舰岛。当然，由于其黑暗的历史，也被人们称为监狱岛、地狱岛和幽灵岛。最早的战舰岛只是一小片浅滩，由于煤矿开采，小岛不断被填海扩大，最终面积变成了原来的3倍。混凝土围墙将小岛完全包围。从1887年到1974年，战舰岛一直为日本的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煤炭。然而，就在这仅有6.3公顷的小岛上，鼎盛时期居然居住着5000多名矿工及家属，因此也成为了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可一旦石油开始取代煤炭，煤矿就会关闭，人们就会离开。但随着废弃的混凝土围墙的破碎和植物的繁盛，这座破败的岛屿引起了那些对历史遗迹感兴趣的人们的注意。当然，战舰岛的过去并不那么简单。在二战期间，日本利用朝鲜平民和中国战俘作为强迫劳工，使得该岛的历史更加黑暗。由于不安全的工作条件、营养不良和极度疲惫，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结束时，岛上共有1000多名工人死亡。目前的战舰岛于2015年被收录到世界遗产，但该岛被收入世界遗产的理由仍然是一个争议。其实尚不清楚的是，该岛的焦点是否应该围绕其在日本快速工业革命中的作用，还是为了提醒那些不得不忍受非人待遇的强迫劳工。战舰岛上的海底煤炭最早于19世纪被发现。为了赶上西方殖民大国，日本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快速工业发展期。在被三菱公司于1890年收购之后，战舰岛成为日本首个海底煤矿开采基地。1916年，日本全国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岛上建成，紧接着其他矿工公寓、学校、医院、邮局、商店等基础设施也陆续完工，而且每座建筑之间都有地下通道连通。在1959年，战舰岛上达到了5259名居民的最高人口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成为煤炭的替代品，日本全国各地的煤矿纷纷关闭。1974年1月，三菱公司正式关闭了战舰岛煤矿。即使岛上已无人居住几十年，但三菱公司仍保有战舰岛的所有权。2009年，经过整修与维护的战舰岛作为一个诡异的历史遗迹旅游景点开始对游客开放。尽管旅游业蓬勃发展，以及作为007电影的拍摄地亮相，但小岛上绝大地区仍然禁止游客进入。不过来岛上野游的游客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关于战舰岛黑暗历史的争论则体现在曾经大批的奴隶劳工的悲惨经历，这同时也给战舰岛增添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诡异。据当地记录显示，在1925年至1945年期间，岛上至少有123名朝鲜人和15名中国人死亡。虽然战舰岛最初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申请理由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壮举，但并没有提到朝鲜和中国的强迫劳工，所以韩国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翻滚着他们反对的理由。尽管后来韩国撤回了反对意见，但其电影《战舰岛》还是尖锐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甚至票房都超过了盛极一时的《釜山行》。在2015年7月的 WHC 会议上，日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承认，大量韩国人和其他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某些地点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然而，由于日本官员一再拒绝使用强迫劳动一词，或将朝鲜工人称为奴隶，因此韩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完全消散。战舰岛背后的历史是丰富、复杂和黑暗的，但最后我们要记住的是，其黑暗历史同样也包含着中国劳工的悲惨命运。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